Hello， 大家好啊，歡迎收睇 AI 透視。咁第一篇新聞咧就係關於人面識別系統嘅。大家都知啦，人面識別系統咧嘅技術發展咧好純熟喎。Amazon 嘅 Rekognition 咧就利用咗人面識別系統人工智能咧，好快咧就可以將到警察攝錄機入邊嘅相啦，同埋警察數據庫入邊嘅嘢咧做相配。但係咧，其實有好多研究咧都表明，大多數嘅人面識別系統咧係辨認黑人咧同埋少數族裔嘅面孔嘅誤差咧係比白人高㗎。而 George Floyd 嘅事件發生之後啦，美國嘅社會咧都非常關注種族同埋執法呢啲問題。有鑑及此啦，Amazon 咧就喺上個星期三嘅博客文章中提及，再唔會提供人面識別系統俾美國警方。而呢一個咧喺近年咧喺 AI 界咧係一件好大嘅事情嚟嘅，因為咧一間龍頭公司咧主動咁樣咧承認技術同埋倫理上邊嘅問題。除咗歧視同埋執法方面嘅爭議之外咧，呢一類嘅問題咧亦都會陸續咁樣嚟嘅。例如人面識別系統喺法庭入邊嘅舉證誤差問題，相信咧之後咧都會陸續有好多呢一啲倫理啦同埋法學嘅爭拗嘅。嗱，疫情期間咧，香港人都需要喺屋企輕鬆一下嘅，例如打下機啊、玩下 VR 咁樣。但係咧，我哋玩 VR 嘅時候咧，就可能要小心啦，因為根據 BBC 嘅報導咧，隨住我哋用 VR 嘅時間越嚟越長，有程式開發員就質疑 VR 會唔會影響我哋嘅視力啦。坊間一直都有長時間使用 VR 嘅開發員啊、用家啊，佢哋有求醫嘅個案。嚴重嘅例子咧，佢哋係會喺現實世界度見到啲物件不停跳動啊、震動啊，亦都會頭暈等等咁嘅狀況出現。但係驗光師協會就表示啦，雖然有見到短期視力下降嘅病例，但係暫時咧就未有可靠嘅證據咧去表明 VR 咧係會導致視力永久嘅下降。佢哋咧就呼籲我哋使用 VR 嘅時候咧，戴得耐就休息下，唔好長時間使用啦。根據美國西雅圖時報報導 ，MSN 新聞網一直咧都係由新聞編輯負責嘅，但係咧未來咧就會將由人工智能去操控喎。微軟就強調啦，呢個係商業嘅決定，同肺炎咧係冇關嘅。而上個星期咧就有大概50名嘅編輯啦收到通知喎，佢哋咧嘅合約咧就會到6月30號咧就要終止啦。部分咧被辭退嘅員工啦，佢哋嘅編輯咧就擔心咧人工智能咧去選擇新聞喎，可能咧就會導致到一啲唔適當嘅新聞出現啦，亦都冇辦法咧可以好肯定到點樣執行呢一啲新聞嘅守則嘅。雖然咧好多 AI 從業員咧都一再咁樣強調咧 AI 咧淨係會幫助到傳統工種嘅朋友仔咧，去令到佢哋嘅工作效率咧提升啦，而唔會咧取代佢哋嘅工作㗎喎。但係咧，事實上咧，有好多嘅例子咧，係 AI 咧都取代咗一啲工作，不過咧，暫時都係好少數嘅啫。如果講到媒體啦，我哋都會留意到好多網站媒體喺 auto tagging 啊、主題歸類啊、推個人化嘅資訊咧，都已經日漸咁樣成熟咯。所以新聞從業員嘅朋友仔咧，都可以留意下呢一方面嘅發展啦，同埋資訊嘅。嗱，當你擔心緊 AI 可能會取代你份工嘅時候咧，可能你會發現原來你揾工咧都要過 AI 呢一關先得喎。近年咧有唔少南韓嘅大型企業啦，佢哋開始咧都係用 AI 人工智能咧去協助佢哋招聘，希望咁樣可以提升招聘嘅效率同埋客觀性。南韓排名前131間嘅企業入邊咧，有近1/4咧已經喺招聘流程入邊咧使用或者計劃選用 AI， 當中包括咧分析求職者嘅表情啊、情緒啊、aptitude test 等等。嗱，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當 AI 可以分析求職者嘅表情係咪自然嘅時候，亦都有公司睇中咗市場嘅需求，開辦 AI 應試補習班，幫助求職者覓得心水好工。韓國統計局數據顯示，韓國每4名年輕人就有1名失業，估計每10個韓國學生就會有8個曾經報讀過相關嘅補習課程。呢啲補習課程會傳授一啲實用嘅 AI 面試技巧，例如話唔好強顏歡笑啊，用眼睛去微笑等等。嗱，我睇呢段新聞嘅時候咧，就覺得似係用 AI 去做 screening 啦，應該就係用嚟應付大型招聘嘅，用意就係希望令到公司可以有更加多集中嘅時間去 interview 啲最好嘅 candidate， 所以大家都未必使擔心住嘅。疫症期間啦，有好多經濟嘅活動啦都嚴重咁樣受損喎。外國咧就有專家咧提出唔同嘅 IoT（Internet of Things） 嘅提倡啦，去協助咧社會咧重回正常嘅經濟軌道啦，同埋確保咧啲員工咧係安全嘅。其中咧一個建議咧就係咧利用手機電話嘅 Bluetooth Ping 咧去確保社交嘅距離啦，同埋咧接觸嘅記錄。另外，公司咧都可以考慮咧用 AI 嘅技術咧去做好風險嘅管理。
減少咧員工嘅出勤次數啦，同埋咧用更多嘅監測儀器咧，去令到咧城市咧嘅能源啦、資源配對更加有效率。近期咧亦都越嚟越多 IoT 啦同埋 AI 咧新興嘅技術合成嘅應用啦，例如無人機啦、AR 啦、VR 啦、數字影射 Digital Twins 同埋一啲咧邊緣運算 Edge Computing 嘅。相信咧越嚟咧越多咧就會有啲 IoT 同埋 AI 咧嘅應用程式咧就會出現㗎啦。社交媒體上面嘅騙案啊、假新聞、欺凌等等咧，都係 Facebook 呢幾年好頭痛嘅問題。而佢哋咧就最近開始咗一個相當之有創意嘅實驗，就係開發咗一個完全由機械人居住嘅影子社交網絡，希望透過機械人之間嘅互動嚟學習人類究竟點樣去濫用社交網絡，去欺騙其他用戶或者盜用其他人嘅個人資料。喺呢個實驗入邊咧，機械人可以執行同普通 Facebook 用戶可以執行嘅相同類型嘅操作，例如佢哋可以 like 一啲 post 或者 send friend request 等等。而呢個實驗咧，遲啲亦都可能會慢慢擴散到社交網絡媒體嘅公共版本入邊。當咧有好多咧公共衛生機構啦，不停咁樣諗辦法咧去監測人體身體狀況嘅時候咧，有一位好出名嘅教授啦，喺史丹福大學啦，佢就揾到一個好有趣嘅方法，一個 touch point 喎，就係咧你嘅馬桶啦。由於咧馬桶咧，我哋成日都會用到啦，而且咧同我哋咧都有好多嘅肌膚之親，所以理論上咧，我哋會收集到好多好珍貴嘅數據嘅，包括人體嘅體温啦，我哋嘅排泄物嘅樣本啦，而且咧佢亦都可以咧探測到咧唔同嘅病嘅，包括啦糖尿病啦、心臟病啦、癌症等等。而家嘅階段咧已經對咗21個人進行咗呢個測試啦，相信咧未來咧會有更多嘅臨床實驗。震撼樂壇嘅消息咧，真係一浪接一浪啊！除咗達賴喇嘛宣布出專輯之外咧，台灣第一張全 AI 生成嘅音樂專輯都有得聽㗎啦，已經。不過咧就唔係叫做活佛 Fever， 而係叫做武漢肺炎。佢已經喺2020年6月5號咧喺 KKBOX 度上架。嗱，根據報道咧，武漢肺炎嘅專輯咧主題就係2020年人類對於對抗武漢肺炎嘅一啲故事，一共有9首歌，題材就包括對旅行嘅憧憬啊，對口罩嘅悶悶不快啊，同埋對象徵住希望曙光嘅疫苗等等。嗱，而專輯最引人注目嘅咧就係一首叫做《武漢肺炎》嘅主題曲啦。據聞咧都幾複雜嘅，咁大家有興趣嘅就可以去聽下啦。最後咧消息就話呢個專輯嘅所有收入咧都要捐俾公益。真係一路聽歌一路做善事啊，何樂而不為呢？嗱，雖然聽落去膠膠地，但係不得不承認，其實近年咧已經好多利用 AI 去做藝術創作嘅例子㗎啦。而好多嘅方法咧都係用模仿式嘅。隨住 AI 發展越嚟越快，我哋相信藝術嘅完成度亦都會越嚟越高，但係亦都會引嚟好多美學嘅討論。我哋究竟係咪都要真係承認電腦嘅創作都係算係藝術呢？又或者藝術嘅定義又係啲乜嘢呢？嚟緊我諗我哋都要繼續討論呢啲咁嘅話題啦，大家都拭目以待啦。網上輿論咧可以反映到部分嘅民意嘅，一間數據分析公司維科信業咧就發表咗疫情指數2.0報告，收集同埋分析咗今年1月到5月中84萬篇社交網站嘅貼文，同埋超過2000萬篇嘅留言嘅，見證住香港人咧民情起跌。當中咧嘅研究就發現咗，網民啦佢擔心嘅情緒咧，主要咧就係1月嘅時候疫情初期發生嘅，之後咧就一直咁樣平穩下跌，反映住咧香港人咧都好快咁樣消化咗疫情嘅消息。而網民咧係最嬲嘅一日咧就係喺2月28號啦，當日咧就係新加坡政府啦宣布啦主要官員咧會減薪1個月。稍後啦，林鄭月娥咧亦都宣布咧，預一眾嘅官員咧去捐出1個月嘅薪金啦，就俾公益金。網民咧嘅憤怒嘅留言咧，主要咧質疑咧個金額咧太細啦，同埋咧質疑咧港府咧係抄橋啦，同埋咧認為官員咧係應該減薪而唔係去捐薪㗎，反映住咧港府嘅做法咧都未能夠平息咧網民嘅憤怒喎。喺疫情嘅初期啦，市民咧都諗盡辦法啦，淨係為求咗1盒嘅口罩喎。維科咧就喺大數據入邊發現，李嘉誠旗下嘅屈臣氏喺2月14號咧就開始俾市民咧喺網上登記買口罩喎。熱門嘅詞語咧主要圍繞住登記啊、成歌等等啦，令到當日咧成為疫情期間入邊網民最開心嘅一日。而憤怒嘅情緒咧同時亦都係最少嘅，可以咧反映到咧網民終於買到口罩嘅心情咧係非常之嘅雀躍啦，又對咧李嘉誠咧係存有感謝之心嘅。想了解更多，記得 like 我哋條片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 啦。